阎罗王传说。阎罗王的形象在不同宗教中有所差异。在印度教中，阎罗王通常被描绘为一位威严庄严的神祇，手持生死簿和审判笔。在佛教中，阎罗王则被描绘为一位愤怒的神祇，头戴牛头，手持法器。而在道教中，阎罗王被描绘为一位威严的官吏，身着官服，手持判官笔。为何阎罗王被视为地府之主？阎罗王起源自印度教神祇阎摩罗都，或译阎摩。阎摩大王是地狱的君主。随着佛教传入中国，华人尊称其为阎摩罗都大王，简称阎罗王、阎王、阎君。罗都即王者或大王之意。阎罗王信仰传入汉字文化圈，成为中国、日本、朝鲜半岛、越南的民俗信仰对象之一。阎罗王是掌管阴间和审判亡灵的神祇，在东亚地区的宗教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关于阎罗王的传说，融合了印度教、佛教和道教等多种宗教的元素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。阎罗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印度神话。在印度教经典《吠陀经》中，阎罗王被称为阎摩罗都 Ramaraya， 是太阳神苏利耶之子。传说中，阎摩是第一个死亡的人，他自愿死去，为的是探索通往天界的道路，因此他被尊为王者之王，负责引导亡灵前往天界或地狱。随着佛教的发展，阎罗王信仰逐渐传入中国。在佛教经典中，阎罗王被称为阎罗天子或阎罗法王，是护法神之一。他掌管着地狱，负责审判亡灵的善恶，决定他们的来世轮回。道教吸收了佛教的阎罗王信仰，并将其本土化。在道教传说中，阎罗王被称为十殿阎罗王，共有10位，分别掌管着阴间的10座殿堂。每位阎罗王都有自己的职责，负责审判不同的罪行。地府10殿阎罗是佛教汉化而衍生出来的阴司信仰，在汉字文化圈的佛、道和民间信仰中，是统治阴曹地府的主宰。以下是10殿阎罗各自的职司。秦广王讲，负责审判生前作恶的人，处理第1殿的业务。秦广王讲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10殿阎王之一，负责统辖人间寿命之长短。根据传说，秦广王心性至仁至孝，一生功过经由各地城隍、土地、察察司汇报本殿，由秦广王亲审宣判，功过相当者，免受其刑，直转第10殿转轮王处，或者按照其生前所造善恶发放投胎，或男或女，或贫或富等，承受其果报。罪孽深重者，则被发配各殿大小地狱去承受应得的酷刑，以消业衣。根据《搜神记》的记载，蒋子文即秦广王是一位广陵人，生前嗜酒好色，飘达无度。他自认为古卿，死后将成为神。在东晋时期，他曾为莫灵卫，并在一次追贼的过程中受伤而死。后来，他的故吏见到他的神灵，并建立了祠堂，将南京的紫金山改称为蒋山。秦广王的形象被描述为暴眼狮鼻，络丝长须，头戴方冠，右手持护于胸前衣。尽管秦广王的传说不足为信，但后人为了纪念他，建立了祠堂，并在南京的白马公园以及子文阁中纪念他。楚江王立主管第2殿，审判火燄地狱的罪魁祸首。楚江王又称为楚江王立，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10殿阎王之一。
楚江王的前世是东汉末年益阳侯厉温，他是涿郡涿县（今河北涿州）人，曾担任魏郡太守。在汉灵帝中平元年（公元184年）的时候，黄巾军领袖张觉组织大批教徒在邺城（今邯郸临漳）集结，准备起义。厉温率军协助卢植和黄甫松平定了这场叛乱。后来，魏文帝黄初年间，曹丕设立了益阳郡，厉温被封为益阳侯，世袭侯爵。厉温为官清正，被玉皇大帝敕封为第二殿阎罗楚江王，管理大地狱，又被称为波伊亭寒冰地狱。除此之外，还建立了16座小狱。楚江王的人物形象被描述为短脸阔口，头戴冠，身着长袍，左手捧护。他主掌波伊亭寒冰地狱，是地府中的重要神祇之一。宋帝王瑜掌管第三殿，处理金刚地狱的事务。宋帝王又称为宋帝王瑜，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10殿阎王之一。他的前世是唐朝工部尚书于秦，江西鱼干人。于秦天资聪颖，学习刻苦，并在唐中宗神龙元年（公元705年）高中进士，被勋封为上柱国。于秦为官清廉，体恤民情，为百姓办了不少实事，因此被玉皇大帝敕封为第三殿阎王宋帝王。他专司在阳间审判忤逆尊长、背信弃义、教唆兴讼等罪役。宋帝王的形象被描述为横眉瞪眼，双手于胸前捧护衣。他主掌黑绳大地狱，负责审判这些罪行。武官王吕负责第4殿，审判明冷地狱的罪人。武官王又称为武官王履带，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10殿阎王之一。武官王的前世是三国时期孙权的托孤大臣履带，他一生戮力奉公，兢兢业业为孙吴开疆拓土，战功赫赫。农历2月18日是他的诞辰。作为第4殿阎罗，他司掌河大地狱，被称为武官王。此外，因为从他的殿之后要押解到第5殿阎罗天子处，他的职责包括剖析查核，也被称为武官王。武官王的形象被描述为横眉瞪眼，脸耳长棕，头戴方冠，身穿长袍，左手在膝前握一个念珠，右手持护放在膝间。他主掌黑绳大地狱，另设16小地狱，包括泵池、炼竹签、沸汤浇手、掌面流液、断筋剔骨、验肩刷皮、踹夫、蹲风、铁衣、木石涂瓦压、鹿眼、飞灰塞口、灌药、油豆滑跌、刺嘴和碎石埋身等。武官王主审不尊敬他人、不孝敬父母、不正直、歪门邪道之人，根据其犯罪的大小，命令鬼卒先推入血池地狱受苦，再判发所属罪业的小地狱，让他们受苦刑。然而，在农历2月18日，武官王诞辰之日，如果在佛像、佛经之前发誓悔改，不再违犯，可以免入血池地狱。阎罗天子包主持第5殿，管理同住地狱。阎罗天子又称阎罗王，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10殿阎王之一。包公即是阎罗天子，亦称阎罗王，掌管地狱第5殿，为地狱之王。正月初8日为阎罗天子千秋日，一般称阎罗天子为宋仁宗时之龙图阁直学士包拯，乃家喻户晓之黑面包公，因铁面无私，以义孝比黄河清玉之，
故谓之语曰官节不到。有阎罗包老，包公在世为官清正，因有阎罗包老之雅誉，后据传其族侄任武殿阎罗王，其后故事便应节而生。包公是孝肃，字熙人，泸州合肥人，安徽合肥。他在北宋时期进士，中进士后，因父母年事已高，不忍远去为官，直到双亲相继去世，守孝完毕，才在亲友的劝说下为官。期间长达10年，孝闻于乡里。包公在历任官职期间，以清廉、公正著称。他曾任知县、监察御史、转运使等职，对处理政务、改革弊政、发展生产都有所贡献。他以减轻民间负担、改革弊政、爱惜人才为己任，提出了宽民立国的经济思想。包公也多次为了国家大事，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，论斥权姓大臣，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，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。他的名声传遍朝野，被尊称为包青天。在民间信仰中，他被视为神明，有许多传说和故事流传至今。例如，有人称他为马国公，认为他死后得道升天，成为神明，变成王弼，掌管第6殿，审判保肃昭成真君。变成王弼，3月初8日诞辰，司掌大教还大地狱，即枉死城。忤逆不孝者，被2小鬼用锯分尸。凡是人怨天尤地，对北逆便涕泣者，发入此狱，查所犯事件，亦要受到铁锥打、火烧舌之刑罚。泰山王董负责第7殿，管理霍汤地狱。泰山王董又被称为泰山王，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民间之神，10殿阎王之一，掌管大海底、盯北方卧礁石下的热闹大地狱。他的职责是审判阴魂，给予受报投入6道轮回一。据说泰山王董年轻时曾游历4方，寻找长生不老之术。他的形象扁鼻凹脸，头戴方冠，双手怀中持护，广泛流传于民间。作为民间之神，他是统治阴曹地府的主宰，下辖城隍、土地、府县境主、文武判官，日夜游巡，阴阳蛛丝、牛头马面、黑白无常、夜叉、鬼族等诸部鬼力，负责审判阴魂，给予受报投入6道轮回一。泰山王董的故事充满神秘和传奇色彩，他是道教信仰中的重要尊神之一，都市王皇，主管第8殿，处理幽府的事务。都市王皇又称为泰山王，是10殿阎王中的第8殿主。他司掌大热闹地狱，也被称为脑闷锅地狱。此地狱炙热无比，罪人到此血液自沸，自行煮熟而死。堕入都市王的狱者，多为不孝之人，或是在阳世间行恶多端、忤逆猖狂、失人道的罪人。他们在此受到极度的痛苦和折磨，直至夜尽，方复轮回一。平等王禄掌管第9殿，审判同住地狱的罪人。平等王禄又称为10殿转轮王，是地狱中的第9殿主。他司掌丰都城铁网阿鼻地狱，凡阳世杀人放火、斩绞正法者，解送此殿受空心同住焚烧之苦，直至受害人个个投生为止。转轮王薛负责第10殿，管理屠割地狱。关于转轮王薛，他是地府中的第10殿主，
也被称为十殿转轮王。他的职责是管理来世的祸福，决定亡魂转世成什么。在转世前，每一个魂魄都必须去找孟婆喝下孟婆汤，忘记前世的事，再去投胎转世。转轮王掌握着阴间所有鬼魂的命运，是阳间与阴间之间的关键角色。他的审判和决策影响住每个灵魂的未来。在第十殿有一座转盘，上面有牛、猪、蝎子、老鼠和蜈蚣等昆虫牲畜，这些象征住不同的转世命运，决定亡魂投胎的贫富贵贱。佛教认为，人死后，神识到达地狱受苦，并由阎罗王判决。阎罗王还负责教诫已经下了地狱的众生，以及令地狱的鬼族加以惩罚。阎罗王的判决取决于此人生前行事的善恶，积德行善立功的人，阎罗王会让他升到天堂成为神仙，或者给他一个幸福的来世。行凶作恶的人，阎罗王会让他下地狱，接受各种惩罚，或给他安排一个恶劣的来世。这是因果报应、抑恶扬善等民间信仰在阎罗王观念上的体现。阎罗王在中国的民间传说中被尊称为地藏的化身，并由玉皇大帝封为地狱的统治者。他被分为十殿，每一殿都有自己的主宰和名称，统称为地府十王或十殿阎罗。他们和部下受到丰都大帝和东岳大帝的管辖，负责管理地狱以及其他阴间事务。总之，阎罗王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地府之主的角色，其形象和信仰在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。阎罗王信仰对东亚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民间信仰中，阎罗王被视为掌管生死的神祇，人们对其充满敬畏。阎罗王的故事也被改编成各种戏曲、小说等艺术作品，广为流传。阎罗王信仰对东亚地区的伦理道德产生了影响，人们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因此要多行善事，以免在死后受到阎罗王的惩罚。阎罗王是东亚地区宗教信仰中重要的人物，其传说反映了人们对死亡和来世的思考。阎罗王信仰对东亚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